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这个跟我们今天主题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噱头。降龙十八掌。好，今天聊什么？好，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学生们会感兴趣的话题，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当然大部分是外国人，然后可能很多也结婚了，他的另一半是中国人，或者是华人，他的母语是中文都有可能。那这个我们中文说什么来着？叫跨国婚姻。对，跨国婚姻。对，我们今天来聊聊跨国婚姻好了。我们先让Ben叔聊一聊好了。Ben叔，你的学生里有没有一些跨国婚姻的例子？因为我主要是教成人学生，然后很多学生来找我的时候，我觉得大概有1/3的学生都是因为他已经有跨国婚姻，他的伴侣是这个中国人，所以他很想这个跟这个中国伴侣的爸爸妈妈聊天因为就是免不得要去中国去看他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国这方的这个家人，所以免不得每天会有一些这种社交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场景啊，所以他们想学一些非常地道的，怎么样能让这个对方父母开心的一些话呀，或者是能把交流进行下去的这样的中文，所以还对我来说还挺普遍的。对。那Ben叔，你有这些跨国婚姻的学生，会不会影响到你自己？比如说，你对跨国婚姻会有一些想象，或自己想要自己就亲身的去体验一下了。我觉得体验是这样的，这是干什么？我也不晓得。就对我来说，感觉是一个挺平常的事情。就是你不排斥。不是，我是觉得这个恋爱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中国人出国留学，或者是留学之后一般就可能想定居下来。那留学的过程中，你有这个外国的同学，或者是实习的时候遇到外国的同事，然后你打开这种交友软件，旁边都是外国人。对，我觉得在那个场景下，你无论在哪儿生活，你肯定都要谈恋爱嘛。那就你周围的人就是中国人很少，华人很少的话，那你就很容易就是遇到一个在身边可以给你体贴、给你关怀的一个人。我觉得产生这种爱情的火花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跟外国人的结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开始的部分一定是很美好的，但是到了后面就是相处，如果长久的走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一定会有一个文化上的一个隔阂。如果就是有一方在语言上不愿意付出足够的努力的话，我觉得始终就是两个人之间有一个部分是不被另一方所理解的。比如说一方看这个中国的电视剧，看中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书籍的时候，肯定会想要跟你的伴侣去表达一下你看到的这个东西的内容。那这个时候你的伴侣他不了解你的文化，他不了解你想跟他讨论的这些点的话，你就感觉好像在跟一堵墙在说话，对牛弹琴。所以这个时候，而且感觉他没有踏入你的心里的感觉，是的，没有默契，对不对？就是你看到一个很兴奋的地方，你肯定想分享，但你分享的时候，对方觉得你在说什么，或者完全不懂的话，我觉得会有一点失落。所以就是要看结合之后怎么样在长期来看怎么样相处下去，我觉得那个部分可能比较麻烦。对，同意。灿叔呢？灿叔怎么想？灿叔，我觉得是不是国内的舆论都不太对这种跨国的
会谴责吗？对，不会，对不会啊。对，跨国婚姻的这个好像不是很友好吧？特别是对好像我不会年这样想轻的女性是吗？我应该这样，你先说。应该这样问，应该这样问，就是说，我嗯觉得以前中国好像觉得有一个外国的伴侣，好像是一个可以说嘴、可以夸耀的一个事情。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在以养女前，婿是吗？这种对，养女婿啊，对，比如说女儿嫁了一个老外，哎，好像还不错，是一个可以不要说光耀门楣了哈，可以说是值得骄傲的事情。然后连女方都会觉得，哎，自己蛮厉害的。以前我觉得中国有一点这样的一个风气在，然后而且这个也代表可能我的女儿有去外面深造，有去留学，所以才有这个环境，找了一个外国老公，可能有这种感觉。那不过现在好像灿叔，你有没有观察到，好像这个国内的这个风气有点不一样了？是有些不一样，就是其实现在看社交媒体的话，因为是这样的，人们有时候进行这种跨文化的这种社交媒体的东西的话，很容易火。你会发现很多是这种，特别是很多女方是外国人嫁到中国来，她做自媒体的话很容易火。就是现在这一个趋势，就是很多我不知道是整体是一个趋势还是怎么样，反正是在这个聚光灯下，更多的是嫁到中国的外国女生越来越多了。以前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中国女生外嫁到国外去，嫁给外国的朋友。现在是很多反倒是国外的很多女生嫁到中国来，住在中国。他们有一部分，比如说是生活在中国的一些上海啊、北京这些地方，也有一些直接生活在中国的农村。但是在他们的眼里，然后反正从他们的视频里展现出来，中国的一个状态是很好的，他们的生活是很满意的。我是觉得这可能就是涉及有2点吧。其实我们今天还没开始做播客之前聊到，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一部分人哈，就是可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比较多，另外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相对他们可能是从东南亚那边到中国，然后嫁到中国的。这个其实有一部分是涉及非法的。就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我小舅舅当年也做过，就是你小舅舅找了一个东南亚的媳妇，柬埔寨的，对，不知道是柬埔寨还是缅甸的，忘了。是这样的，因为当在中国真的在一起了，现在还在一起，没有，这个情况很复杂，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下啊。因为中国现在是因为整体女生和男生的比例就是男生比较多嘛，对，比例失调了。很多男的在特别是农村里的光棍会比较多一点，就可能他整体而言就是能力也不是特别强，然后他可能就在农村里生活，这个时候在农村里其实很难找到老婆了。那这个时候呢，相对而言，中国的农村呢，它整体的经济条件比这个东南亚的很多国家还是好的，比如说越南、缅甸、柬埔寨等等还是好的，所以就有些机构他们就打这个，就是你到东南亚去找老婆这么一个幌子。有一部分我觉得是把人给骗进来的，有一部分人他是心甘情愿到这边来的，因为他的生活品质还是提高了很多的。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特别是东南亚有些农村里的那些生活条件更差，特别差。她到中国嫁给一个中国老公，虽然感觉好像未必是说很喜欢或怎么样，但她会觉得对比起来而言，比留在自己家里老家的农村里肯定好多了。所以其实在我们老家浙江省的这个龙泉丽水啊，它下面很多县城里头，它下面的农村里头很多这种外来的媳妇儿是很多的。这都基本上都是从东南亚那边过来的，可是语言不通吧？那过来之后，我就是觉得很厉害这一点。他们一开始嫁过来的时候语言不通，但是用不了多久生了孩子，语言都学会了，很快，语言都学会了，就是可能在那个环境下不得不去学习。这个在台湾也是，对啊，所以语言适应力他们非常强。对大家，所以中文学习者们，你们看，只要把你扔到一个这个环境下，真的很快，你不得不去学习，你不得不去用，因为而且这个地方还是不是普通话，大家不说普通话的，你只能说方言，那你不得不逼着自己就学会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对，这个是一部分人，他们还算是正规的人，生了孩子，在中国也算定居下来了，就慢慢的就是有这种混血的存在了嘛，所以中国的人口也在慢慢的改变嘛。
另外一部分其实他们是被骗了。我有点好奇啊，是一个那个相亲吗？就是来几个光棍儿，来一些这个外国的。我堂哥就是这样子，他要付钱的，拿一些钱，他要通过一个中介去这个，可能台币30万左右，然后就到越南去，然后那个负责的那个接口单位会帮他找可能6个到8个左右的新娘让他去选，对，然后那我堂哥就选他喜欢的，喜欢就带到台湾来结婚，就这样子。是的，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有些姑娘她是心甘情愿过来的。他会觉得脱离自己原来比较贫苦的这个环境，到中国整体还是算过上更好的生活。有一部分人他不是，有一部分人他甚至可能之前就生活在小城市里头，或者甚至生活在这个曼谷啊这种首都，他的生活过，他可能是被骗来的。就像我小舅舅当时选的那个，就是长相还可以，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骗来，然后他可能自己也有打算，可能到中国之后他就玩一阵时间他就跑了，就是这样。他中间其实就是我妈他们几个姐妹特别担心我小舅舅一直找不到老婆，所以大家集资帮助我小舅舅算是买了一个老婆。这其实在一定形式上就算是一个买的老婆，没错。但是买来之后其实就是那个好像和我小舅舅他也不喜欢小舅舅，而且他可能也未必是自愿到这个地方来的。对，当时甚至有一年过年回去的时候，就那年过年回去的时候，我还给他做过翻译呢。他甚至会一点点英语，你知道吗？所以他可能是大城市里来的人。后来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了，就说这个女的成天跑，最后好像跑到大使馆什么地方呢，就被直接送走了，遣送回国。对，直接他就是可能就来转一圈就走了，或者他是真的自己有手段，就是我不想被拐卖到这个地方。因为具体情况是，反正从我爸妈的口里说出来就觉得他好像是就是未必是纯粹出于这种被骗来的，他可能有自己的打算，也未必。跟我堂哥的状况是一样的，是吧？我堂哥对我堂哥娶了这个越南的老婆之后，这么普遍吗？然后在台湾是蛮普遍的，然后他们就是过了1年生了个孩子，然后生完孩子，然后就是身份证什么，在台湾的身份证什么都有了，然后就是后来有了孩子之后，过了半年，这个越南的太太就跑了，就再也找不到了，所以我堂哥那个老婆就没有了，就再也找不到了，就没了，然后也找不到了，就是他拿到身份证之后，他就不见了。对，这我是觉得这个是相对底层一些的人的一个状态，就是确实现在中国农村里很多就是男光棍找不到中国的就是女生去结婚了，女生本来就是稍微好点都跑到城市里去了，她也不愿待在农村里头。农村有一部分人他确实找不到老婆了，这可能也是以后一个途径吧。现在可能有些东西是非法的，但可能慢慢也会变成一个更合法的一个状态，也未必。而且也有，因为我发现还有就是很多中国的务工人员，就是不能说务工人员，就是那些到非洲去的，非洲去那边其实工地去干活呀等等，他们也认识了当地的一些女性，然后在那边，然后也结婚了。然后这个我知道。对，很多也回到中国成为网红的很多的。对的，对，很多成为网红的也很多。就是有很多中国就是在那边有基础设施项目嘛，基建项目的很多，对，要在那边生活很多年，然后就可能有的这个男人就有当地的这个老婆，但是他们语言不通，但是就是搭伙过日子嘛，就是你说这个情况是搭伙过日子的，有些部分是真的，他们真的有感情了，后来跟着男方回到中国的，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那个姑娘，非洲的，很厉害。她是刚好生活在我们浙江的一个山区里头，然后她说的普通话就是带有当地的口音，就是让我觉得很亲切那种口音。然后就是我是觉得也很聪明，后来她还做自媒体，做得很火。她老公是比她年纪应该我是觉得大个20岁是应该有的，可能在本地的话，在中国可能找老婆不好找了，但是到非洲那种地方她找到了。也算是感情很好，也有孩子，他们算感情很稳定的那种状态。这个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其实我发现也有很多像东欧呀、像乌克兰啊等等，很多姑娘也来到中国，
他们可能生活在中国的是大城市可能比较多一点点，上海啊这个地方，他们也找到当地的这个男性也结婚了，他们就是正常的那种结婚了也很多，也生了孩子。因为我其实在 Instagram 也有关注过一个，就推到我面前，我发现他是基本上展现的就是中国比较好的生活状态嘛，也会看到很多。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和我们以前的时候这个状态认知会不一样，就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女性嫁出去，嫁到更好的欧美国家等等，现在反倒是各种，就不管是东南亚还是欧美的很多姑娘都嫁给中国人越来越多。因为中国现在经济发展起来，有些你像美国的嫁到中国也有，嫁给中国人也很多，他们也回来也有，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你说的，在中国这个男光棍比较多，男女比例不协调，所以就导致的话，就是因为一般就导致就是如果女方家庭在帮这个女方找对象的时候，就可能会对男方有很多很多要求，比如说要有房子啊，要有车，是的，或者是至少有多少多少存款。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如果是女孩嫁给了一个外国人，就对这个外国男性没有这些要求然后就感觉有一点双标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就是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大家就是舆论上对这个中国女孩嫁给外国男会比较不友好，比较对，因为觉得凭什么嫁给外国人就不一样的标准然后如果是女嫁男，就外国的女性嫁给中国男性，就大家会比较没有那么严格，就是我明白舆论上会明白对更也不能说舆论上，而是社会的群体认知上，很多人会觉得，比如说你中国姑娘嫁给国外了，你被糟蹋了，这种感觉会有的，很多人这种心理觉得就是，但是要中国的男生娶了外国的女生，会觉得自己挺光荣的这种感觉，很多人会有这种心理的。但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从整体的一个历史趋势而言，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中国人现在就是生孩子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大家结婚越来越少了，就是大家情愿一个人过生活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呢，这又有一部分人他其实是有就是结婚生子的需求的，但是可能在中国这个状态下，就像你说的，可能要结婚的成本很高，但是要娶个国外的老婆的成本相对低一些，他们可能不是那么在乎一定要房子啊等等，这也是一个趋势。就像我之前看到，就算日本这个国家，日本人是很在乎自己人口的纯粹性的，但是现在也放开了这个移民，因为确实大家不愿意生了。中国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中国本来说实话，长久以来就是不断的人口融合，以前是周边那些，比如说中亚那些人慢慢进来之后，人口融合。中国现在很多北方的这个人很多都有当时中亚人口的少数民族，不能说少数民族，当时外国人的这些基因在里头，所以我觉得往后可能这个民族的融合在中国也会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就是混血的二代也会越来越多，中国的人口的多样性也会越来越多。其实是整体是这个样子，我是这样想。会，现在在台湾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就是比如说我去当志愿者去小学，就会发现有很多小孩子他是会说泰语，他是会说越南话的，那是因为他的妈妈他就是东南亚的人然后跟这个台湾的男性结婚。那我觉得这个也呈现一个种族的多样性，我觉得也蛮好的。而且以前这些小孩会觉得有一点受到轻视，在以前我说的以前可能是10年前，这种东南亚的太太这种外籍新娘了比较少的时候，可能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少数，会受到歧视，其他同学的歧视。但是现在在这种台湾这种状况很普遍的状况底下，他们会觉得我会比别人多说一种语言，他们反而觉得很骄傲。然后就现在慢慢没有那种被歧视的感觉，而且现在这个在台湾的接受度也慢慢提高了。现在其实我们走在路上，在公园再去超市，很容易都可以看到一些东南亚的一些女性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慢慢大家接受度就是种族的藩篱会被打破，对，然后文化上会越来越多样化。像现在台湾的街道上面
越来越多泰式的按摩，然后这个越南的小吃部，哇，这种越来越多，然后还有什么各种东南亚的餐厅，这种越来越多，很普遍，我们也都很喜欢。所以我觉得种族的多样性，我觉得是好的，一种好的改变。对，那我想要换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刚才话题很没有意思吗？我想要换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自己啦就是你能不能接受自己是跨国婚姻？你能不能接受你的伴侣是个老外？那好，然后为什么？好不好？先从变叔应该比较好回答，变叔应该就是那种都可以的那种感觉啊。变叔你自己对于比如我现在有一段真挚不渝的感情摆在你的面前，第一份真挚不渝的感情是中国人，第二个真挚的感情是个外国人，请问你有没有一个偏好选项啊？就是谈恋爱的话，就是无论国籍，无论种族啊，就是觉得有吸引力啊，就无论物种互相吸引啊，就可以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是还是刚才那样，就是觉得如果你想有一天肯定都会老啊，或者是就是那个吸引力就不存在的时候，那肯定就是要这个精神上的、头脑上的这种吸引力可以维持下去的话，可能还是要是这个本国人。就我还是很注重，对啊，就是心灵的香气，就是互相要懂啊，不是说除非就是如果这个外国伴侣我们真的能够很好的磨合，然后互相越来越懂，然后不只是生活习惯上的懂，也是对彼此文化的就是各方面的理解的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外国伴侣是 OK 的。但我总怕就是中间隔着一点东西，我是不太喜欢总觉得外国伴侣好像还是会跟你在文化层次上隔一层，对不对？对啊，对，我觉得就是所以感觉你会选择本国人，对不对？是这么说吧，如果找外国伴侣，我会觉得他能懂我就是我总有25%的我，他应该是不了解的啊，就是说中文的那一面的我，他可能可以谈。那我总结一下，对变叔来说，外国伴侣是可以谈恋爱，不能够不宜结婚的。然后结婚还是要找心灵相契的本国人，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对变叔来说对，但我不结婚，所以就没有这个可以一直有外国伴侣，对。很难讲，很难讲，因为我是不婚主义。哪天遇到缘分来了，你啥时候就不婚主义了？你不要学茶叔，真是的。对，没有，就是缘分来了。结果明天就闪婚，真的无所谓国籍的啊，真的。我了解了。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是没出过国的这个国人的话，就可能还是会觉得共同语言上也少很多东西，或者是可能会觉得有比较保守的一面，可能那一方面我觉得也会碰壁，还是要说你的建议是给嗯国人比较少出国、没有出过国的国人建议，就是还是找本国人会更好，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比如回国，我谈一个女生的话，谈我老家的一个女生的话，那我讲我在国外的生活，或者是我分享在国外的一些经历的话，我说我去了哪玩，可能她也他回答你将一斤多少钱，这就是完全就是他也没有出国玩的计划，然后你讲这些经历的话，他也没有一个概念的话啊，或者我讲那个国外的电视上播这个那个的，国外的那个关注的这个比较流行的东西是什么什么的话，但是跟他的生活如果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兴趣跟你继续聊下去。对。所以真的就是婚姻或恋爱，真的就是最好环境啦、个性啦都要有一定的契合度。所以中文说门当户对还是有它的道理。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契合度，其实不看那个人是他的国籍啊，他
他的种族啊，还是你们互相就是经历过的东西，你们能分享的东西，如果契合度很高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重要。对，对，不是那个人种啊文化。好，那灿叔，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啊，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放在你的面前，中国人跟一个外国人，你能接受外国人吗？那对我而言不存在这种就是有2个选项这个事情吧。我是觉得不是这样去考虑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这段婚姻就有点像跨国婚姻。为什么？因为说实话，你老婆晚上会戴金色的头发吗？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来自浙江，我现在生活在西安啊，隔了1500多公里，就放在欧洲那就是不同的一个国家了。说实话，而且说实话，就是整体南方和北方差异就很大。而且我在浙江的农村和这边的风俗习惯差异又非常大，饮食习惯差异也很大。从小的想法虽然都生活在中国，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中国人其实都一样，差距非常非常大。而整个家族这个状况等等都差距很大的。所以其实我这么多年其实一直也是在一个磨合的过程。我会觉得很多地方都需要磨合，都需要适应。而且你能理解对方的这个家庭状况，然后去适应这些事情，其实都需要一些精力，而且需要抱着一个开放的心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像笨叔说，一开始谈恋爱是很容易的，2个人只要看对眼，有一些吸引的地方就能在一起。但真正结婚之后，你会发现面临很多问题。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关乎国籍，不关乎人种，都一样。对，因为你每个人肯定都带有各自的背景，不管从哪里来，你都有不同的背景。你肯定面临之前经历的东西都不一样的，而且你这个行为方式，你的做事情的方式都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碰撞。像我自己这个婚姻里头碰撞其实是很多的，就是之前所以会遭受了很多危机，也是这个原因。其实是家庭带来的这个家庭还有地域带来这些东西，很多影响真的很大。所以我老婆一开始去我们老家那边的时候非常不适应，饭也吃不下。对，而且也很不适应那种特别嘈杂的热闹那个环境。他是非常喜静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你想，南方的话它是没有暖气的，北方有暖气，冬天到南方去是很冷的，只有空调，然后在家里还要穿这个羽绒服，这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天差地别的。但最终的话，我觉得就是笨叔刚才提到有一点，就是真的你心灵上有契合的东西，能互相理解的东西。我其实不是特别觉得就是一开始的一些状态很重要，就2个人一开始的状态有一些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就2个人在一起之后，你们共同经历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你们共同经历的东西让你们慢慢结合成一个整体，你们能慢慢的有共同的想法，然后你们能抱着不同的意思。对，你们慢慢的抱着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对方的这个背景。然后你进入对方背景之后，你觉得慢慢会变得舒适起来，不会那么难受。对，这个才是重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他父母这边有些习惯我也很受不了，但是慢慢的我放开了心态，我就会就是真诚的对待他们，和他们开玩笑等等。我老婆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当时我说过这个疫情期间和我父母一起待了1个半月，然后那个时候才是他们真正在一起了解彼此的这么一个时间。之前没有什么时间沟通交流，一起去面对一些共同的事情。那个时候发现，就是只要彼此真诚对方的话，大家心里也都能感受得到。你像今年过年的时候，其实就是本来是因为我们第一回回老家过年，初4的话就是按道理就是会把所有亲戚叫我们家来。因为初2、初3可能在我伯伯家呀、姑姑家等等、阿姨家等等啊，初4是会叫我们家来。但今年我妈就是中了流感了，就初2、初3就躺床上了，动不了了。然后呢，初4的时候，后来就决定初4就不叫了。但前面在过年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我们那边人特别喜欢吃我老婆做的面食，包括肉夹馍和这个面，因为他们吃不到这么正宗的东西。本来道理就是说，就是那天就是一大帮人，可能有30-40多人，那么多人，我老婆会做一些肉夹馍呀、面给他们尝一尝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我妈那天就说，因为身体受不了了，就是不招待客人了，所以就是后来就是没有招待那么多客人。但是因为同村的话，像我伯伯、我叔叔他们还是住在比较近的地方，
那天后来就是我老婆想一下，觉得就是特别是我伯伯他们家的，就是我哥他们几个小孩之前特别喜欢吃肉夹馍，还有我哥特别喜欢吃面，所以我老婆还是觉得，就虽然不招待他们，还是请他们过来吃饭，还是给他们少做一些。虽然说少做一些的，还是做了很多给他们吃。这就是我老婆的一个态度，就是觉得我愿意去接纳你的家庭，接纳你这边的习惯，然后我也愿意真心的对待你们好，然后以我自己本身一些能力去对待你们好，让你们感受到我是真心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不管是你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北方人喜欢吃面，但是真正说到底，我们都是人嘛，只要是真心对待彼此，真心愿意去这个放下自己心里的这些戒备，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很多人其实放不下这个心里的这惩戒备，也觉得其实就是很多的关系都是对付而已。他不愿意觉得就是说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要去适应你这个状态？就是说实话，不是说国际的关系，其实在中国大部分夫妻他们都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城市，你说让他们完全去接纳对方的这个背景吗？其实很难的，很多人都做不到。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我是觉得就很厉害了。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跨国婚姻也还可以。对，你这种跨国婚姻，其实就也是一种跨国婚姻。对。其实我觉得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总是会问你会为我付出多少，是的，很少有人会自省说，那我能为对方做出改变吗？特别改变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跨国婚姻，或者是其实不要说跨国婚姻了，两个来自不同生活背景的人，本来就有很多要彼此适应或改变的地方。查出来娶了一个大陆的姑娘，那也很多东西要适应啊。对不对？对啊，你不要说大陆了，你比如说我在台北要娶高雄很远的地方，可能我就没办法适应了。对啊，对，一样的，对啊，所以这个婚姻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要相互体谅，相互去理解对方哦。好，这个刚刚灿叔讲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周身发出了何许的光芒，果然受过婚姻这个磨砺的人啊，那个谈吐跟这个内核都不一样，强大嘞，就不是我跟 Ben 这种弱小的这种言论。就像你说，要谈到婚姻的话，你得有亲身的经历才好谈嘛。对，你们没有经历，没有进入过婚姻，你们不知道婚姻其实真正要面对的东西是什么。很多东西是想象，真的。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跨国婚姻的同学们，你们不用在意别人怎么评论你们。因为这个婚姻是你亲自经历过、亲自挑选的，然后当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你自己知道，如人饮水嘛，对不对？冷暖自知，所以你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只要你真心爱对方，彼此愿意去了解彼此，我觉得这就是成功的婚姻，不需要去听别人怎么评断你们，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只要你满足，你喜欢，你乐意于这段关系当中，它就是一段很好的婚姻。不管是不是跨国，只要你享受对方的陪伴，你能够去理解对方，能够去因为对方自己有所成长，我觉得它就是个完美的，不要说完美了，好的一个关系了。是的，不要去听别人说什么自己的体会才是最重要的。各位中文学习者，你们是中级水平的学生吗？想跟2位大叔每天一起学中文吗？欢迎加入大叔小站的会员，我们有 Daily Word、Daily Shorty， 还有 EPUB 电子书，还有各种主题的视频，包括 Easy Story、成语话题、日常话题、中国话题、人生话题、心理话题，赶紧加入我们的会员吧！好，我觉得婚姻是我的盲区，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聊婚姻。下期问跨国恋爱还可以。好，可以啊。那就是真的要聊跨国恋爱了。好 ，OK， 那就祝福3位大叔，祝福各位同学有一段刻骨铭心自己能够成长的关系。不要说婚姻啦，关系也是一样对，好朋友也是，爱人也是
啊。那刚好呢，昨天是情人节，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你们都忘了是吧？没有过，没有情人，对啊。好，OK，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拜拜。